我的新电脑终于来了。大家知道我老是测评洋5毛和台5毛，但是价格超过5毛钱的东西，可能超出了我测评的范围了。比如说一台高端配置的 Voyager 2 Elite 电脑。所以我决定给大家做一期不一样的开箱视频，跟大家聊一聊我的个人故事，顺便开个箱。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秉持乐乐法力频道自古以来的新传统，A shot of 二锅头，饮酒作诗。天生我材必有用，法力水面紧箍咒。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之后的白悟空。我们隔空走一个吧。I love you. Oh, dude, 白酒 it's on fire. 1、2、3。想要做游戏直播的想法，其实不是因为黑神话悟空的发布而一时兴起的，但这一款游戏绝对是一个契机。游戏一直以来都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在圣诞节的早上，坐我们家客厅的地毯上玩 Mario 64。那个时候我大概只有4、5岁，而且那个时候小熊维尼对我来说还只是一只可爱的小熊。通过。 But not anymore. Holy shit, I have no idea how I'm gonna get this out. This thing is so big. That's what she said. Or he said. Baby. 有一些人肯定会说，那个电脑肯定没有那么重，那个不是真正的二锅头。It is, okay, I'm not lying to you. I'm the realest Chinese YouTuber you know. 给中国最大贡献的是哪一位领袖？毛泽东。我中文是不是说错了？我的意思不是死亡人数最多。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如果我的自媒体事业没有进展，我就会搬回我爸妈的地下室，放弃理想和性生活，从此全心全意的为了部落。但不开玩笑的说，我从小到大玩游戏的经验，不仅没有让我放弃生活，反而是在生活中给了我不少启发和推动。13岁的时候，我制作了一个关于魔兽世界练级小技巧的视频，这也是我人生中制作的第一个视频。也就是说，游戏给我打开了视频剪辑的大门。我对魔兽的热爱让我关注了大量的相关视频创作者，我看到他们是如何通过精湛的剪辑技术来讲述故事，同时还能通过剪辑来制作笑点。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剪辑的潜力和重要性。2020年初，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在像 Barney、Pint 或者 Uber Danger 这些游戏博主的激励下，开始自学剪辑。我把他们的各种技巧融合进我自己的创作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剪辑风格和讲述风格。喂，哦，请问是亚洲父母吗 ？Yeah, turns out maybe gaming isn't the devil. 关注我频道很久的朋友们都已经知道，我乐乐法力频道没有团队，只有我和我的电脑并肩作战。到目前为止，频道上所有的视频都是我自己剪的。He also helped me. 如今有了新成员的加入，我的老战友也是时候光荣退休了。如今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内容创作，我也会慢慢的把剪辑工作交接给其他的剪辑师来负责，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本乐除了直播打游戏之外，也会更努力的进行内容创作。I will do much more content and streaming. Don't worry, guys. 除了剪辑之外，游戏也燃起了我对于统计学的兴趣。只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是统计学，我的关注点只是在如何最大化我在游戏中造成的 DPS。万万没有想到，这种思考训练为我以后进入大学如此轻松地掌握了经济学而打好了基础，甚至选它作为我专业之一。还有，由于青春期快速长高所带来的疼痛，到了晚上懒得站起来开灯的我，在日复一日的游戏训练下，变成了一个 elite typer。大学上课的时候，可以打字完全不看键盘，教授在台上输出的有多快，我记笔记的手速就有多快。总而言之 ，gaming changed my life for the better。And I bring all this up because 我知道我的一些亚洲观众可能一听到打游戏，脑子里边就立刻蹦出很多负面信息，比如网瘾少年、玩物丧志，还有男子吃鸡走火入魔的新闻。但其实游戏只是我们体验世界和世界打交道的一个工具之一，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这个工具，让那些困难的日子更好受一些。Because let's face it, life is hard.终生皆苦。我们都见过嘴里叼着烟的大人对自己的小孩说：“哎，少玩点游戏，游戏会上瘾啊。”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也是在用他手里的那支烟来对抗他自己生活的苦，这种感觉也会让人上瘾。我们有的时候都需要从现实中短暂的逃避一下 ，and that's okay, that's perfectly okay。只是要时常提醒自己，过犹不及，才能和这些事物建立一个更健康的关系。So whether it's gaming, crush and bruise with your bros, fast food, candy, sweets, whatever, finding a balance with the things that we love is one of life's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s. 一直以来，我都把游戏当作生活解压和满足社交需求的工具。在我想要逃避的时候，游戏就是我的避难所；在我需要社交、渴望连结的时候，我也能在游戏里边寻找队友，一起做任务。而最近我在想，怎么可以让游戏这个工具更加为我所用？也许除了满足社交需求和日常解压，它还可以帮我打开另一个大门，让我尝试另一个领域。于是就有了做游戏直播的想法，而且我很幸运可以有大家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做这个视频，作为对你们支持的一个回应。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我对游戏的热情，以及我看待游戏的方式。尽管我前面有说到我丰富的游戏经验，但玩中文游戏，或者用中文玩游戏，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个外语学习领域的一个新尝试和挑战。我接下来要用这一台电脑直播玩的第一个游戏就是《黑神话：悟空》。我最近也一直在看86版的《西游记》，那部电视剧的特效放在现在来看，拙劣的有点可爱，与同时代的西方影视剧制作相比，也是有蛮大的差距。但你可以看出当时制片组付出的努力和心血，而且与如今大部分制作更精良的国产剧相比，它仍然有一种很难能可贵的真诚。再看如今的《黑神话》，中国工作室制作的首款 AAA 游戏。说实话，不到40年内，中国能实现如此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上的飞跃，我都差点忍不住高潮了。我该去哪儿领钱呢？虽然我一直在批判如今中国的现状，但是我由衷的希望《黑神话：悟空》是一款好玩的游戏，希望它能够让更多的聚光灯打在中国人和中国灿烂的文化上，而不仅仅只是那个万恶的中国政府。It's harder than ever before for the outside world to hear and experience the sincere artistic creation of Chinese people. So I can't help but feel excited to start this journey with you guys. Of course, 我还是会保持客观哦。我们中国国产的东西真的太强大了，我们中国国产加油！能迈出这一步，必须得再次感谢给我捐款的朋友们，还有一直以来支持我频道的 patrons 和会员。I love y'all, and I will not let you down. 还有在看这个影片的各位 ，Thank you， 因为没有你们频繁的到来，就没有今天闹得欢的乐乐法力。来，酒逢知己千杯少 ，Cheers。Oh, dude, I never get used to it. Oh, it's the smell. It really is 很刺鼻。All right. 最后我想说，你们赶快去关注我的 Twitch 账号，陪我这个老外一起去西天取经。Peace。